灾难降临之时，神灵便是最后的希望。国老爷爷，大旱降临，疫病横行，我们是不是快死了？我的小姐，你母亲是我族萨满，会赐福给我们的。国老爷爷，什么是萨满？萨满是唯一能与天地神灵连接之人，能驱除一切邪祟病疫，是我族的信仰，亦是人们心中的神。国老爷爷，下雨了！我今天好厉害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神主，母亲，萨满生物在他手里，枪到手，萨满术就是咱们的。上！母亲，顾老，带瑶瑶走，快！神主，那你怎么办？瑶瑶，你听着，你是萨满的后人，你的使命就是守住传承，绝不能让圣物流落外人之手。母亲，我不要走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听话，只有活下去，才能延续萨满血脉，才能保住大夏萨满传承。快走！封印，瑶瑶，好好活下去。母亲，走，快走！那你给我追！小姐，我族能力遭到外族的嫉妒，你母亲为了保护我族族人，近日祭天陷入了沉睡。这个神灵
是你母亲的法器，你千万要保护好，一定不能落到外人手上，啊！古老爷爷，放心，神灵在，我就在，我一定不让坏人拿走它。圣物被该死的女人封印了，只有她的血脉才能唤醒圣物，必须要抓到那个小孩。小姐，老农出去把敌人引开。等一会儿，你无论是听到了什么，或者是看到了什么，千万不要出去。古老爷爷，我要跟你一起走，我能保护好你。小姐听话，你是我族未来的神主，只要能好好活着，就是我族的希望，大夏萨满才能继续传承。啊！畜生！残杀我族族人，对我们步步紧逼，我今日就是死，也要与你们同归于尽。老东西，交出那个丫头，我还可以饶你不死。做梦！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！小姐，原来在你这里，只要唤醒萨满圣物，萨满传承就是我们的了。放开我家小姐！放开我家小姐！古老爷爷，你敢伤我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一个小丫头，口气还不小啊！小姐，小姐！1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至今无法忘记族人被外敌杀害的惨状，也忘不掉母亲为保护族人牺牲的模样，所以我拼命学习萨满之术，只为了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族人身边，为逝去的族人复仇。不错，你将所有的萨满之术学会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天底下最厉害的萨满。多谢老祖教诲。10年前，若不是老祖将我从悬崖底救上来，教我本事，我早就已经死了，更不会有如今的本事。你是我族后人，亦是未来神主，救你是神的旨意。今日是你18岁生辰，老祖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这是混沌心法，能助你成为真正的神。老祖，你已学成，今日就下山去寻找族人吧。当年拼命救你的古老，他还活着，他就在古怀寨的祖灵祭祀馆。古老爷爷还活着，太好了！说是他知道我已经学会了萨满之术，可以保护族人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如今你既已成为萨满神主，责任便是保护萨满传承，切记别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造下杀孽。
光妖谨记。爸，圣物有反应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圣物好像感知到了什么，就突然有了反应，好像是和什么产生了共鸣。10年前神主牺牲的时候，已经将圣物封印。这么多年了，圣物仿佛随着神主陷入了沉睡，怎么可能会出现了反应呢？难道是现在萨满主出现了？爸，你是说当初掉下悬崖的那位小姐，10年了，你还真想着她能活着回来？派出去寻找小姐的人带回来什么消息了吗？没有。当初她掉下的是万丈悬崖，就算是神主在世，也难以医治，更何况这10年都没有找到，她恐怕……住口！小姐既然自有天相，她一定还活着。就算是找遍了9州8荒，也要把小姐给我找回来。好，您别生气，咱们的人一直在找着呢。您生气，把身体气坏了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7天后就是文化申遗大会了。倭国一直嚷嚷着萨满文化是他们的，咱们得小心了。我族的传承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。姑老，出事了！一月、月灵，你2人好歹是我族6大执事之一，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今日来了一伙倭国人，把我们的灵脉节点都破坏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我们6大执事打成了重伤，嚷嚷着要把萨满文化以倭国的名义申遗。这该死的外族人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古老不好了！古老不好了，古老，倭国人往封印神物的地方去了。什么？古怀寨，这里就是古老和族人生活的地方。可是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哎，你好，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些外族人又来抢夺圣物，还摧毁了寨里的灵脉。哎，我们族人都受伤了。圣物对我族至关重要，要是被抢走的话，我族也将不复存在。不好！刚得到消息，他们前往封印圣物的祭坛了。姑娘，你是外乡人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快离去吧。走。没想到10年的时间，不仅没有让外族人入侵削减，反而更加猖狂过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护住族人。没想到这圣物感知到我们的到来，居然有了如此强烈的反应。看来这萨满传承注定是属于我们倭国的呀。萨满之术乃我族传承，何时成为你倭国的东西了？古老，好久不见呀！我还记得你们萨满神主当时被我们的人一刀砍伤，还有那继承人更是被我们的人击落悬崖。你们注定是手下败将，你们的东西就该属于我们。你，苦山冷静，对方巫术强悍，你会受伤的。你们今日前来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听说能引动圣物共鸣的，就能成为下一任萨满神主。我们今天过来，只是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没错，10年前，你们的神主和你们的继承人都死在了我们倭国手里。萨满之术是属于我们倭国的。无耻！能引动圣物共鸣的，就能成为下一任萨满神主。古老，这规则可是你们萨满族的规则，你该不会要违背规则吧？自然不会。圣物
在这祭台之上。诸位想要，便拿去好了。爸，古老，老东西，这圣物，今天我们一定会拿下。你竟敢对古老不敬！退下，不必意气用事。世人只知道谁能靠近圣物，引得圣物共鸣，便是下一任神主。但没人知道，神主之人早已定下，除了小杰，没人能拿到圣物。古老爷爷，太好了，他还活着！他的脸，当年他为了救我，竟然变成这样。这些，都是来抢夺圣物的倭国人吗？是，这些外族人太过分了，不仅三番五次来找茬，还明目张胆地对圣物起了异心。倭国人此行恐怕不止抢夺圣物那么简单，说不定背后有什么更大的阴谋，还是先静观其变为好。按照规定，通往祭台的台阶一共有9层，谁要是能达到5层之上，且不被圣物所伤，那他就是这圣物的主人，而且还是下一任的神主。你们谁敢做第一个挑战之人？嘿，我国在狱，特来拿回我国圣物。圣物有灵，能识善恶，此等心术不正之人，连第1层都不配上。我国在狱，挑战失败。倭国明会，前来拿回我国圣物。5层，明慧上了5层，没有被圣物所伤，他现在就是萨满的神主。那不是圣物，是仙物。这人的巫术好诡异，竟然能暂时压制圣物的力量。看来敌人比想象中的更强大，幸亏刚才没有贸然出手。我宣布，倭国明会挑战失败。抱歉，藏主先生，我失败了。明慧能攀上5层，巫术甚高，却只因圣物的一道光便险些身亡。以我们现在的能力，怕是同样无法引起圣物共鸣。无妨，今日我们只需将倭国人劝退，来日方长，再想办法就是。你们倭国也不过如此，圣物根本不认可你们这些心术不正之辈，它永远只属于我们大夏萨满。我看你们还是趁早离开吧。谁说？我们倭国没人了？我来。阿父，阿父，你身为我大夏萨满6大执事之一，竟敢勾结外人践踏萨满文化，你简直不配做萨满族人！谁要和你们这群垃圾做族人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把我的籍贯改成了倭国，我现在是高高在上的倭国人。卖足求人的下贱东西！就是呸！好了，阿父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你上。接下来我们倭国的巫师会全力助你拿下这圣物。是。倭国阿父挑战圣物。
色丹药邪气很重，应该是用禁术炼制的，短时间内能提升功力，但对身体损害极大。3层，阿父居然上了3层！苍竹先生，助我！我来了。4层。3人合力输送邪气，强行提升阿父的力量，妄图引起圣物共鸣。这些倭国人真是狡诈。第5步，本来凭阿父一人之力决登不了5层天梯，但是今天倭国3人都帮助阿父，怎么办啊，古沙？难道我们的圣物真的要到倭国这帮强盗手里？完了完了！难怪倭国人对我族圣物那么自信，原来我族出了叛徒。如果今天我不来，倭国人确实能抢走这圣物，可惜。古老，按照规矩，我踏上了5层天梯，并且并没有被圣物所伤。你是不是应该宣布，这圣物是属于我们倭国的？如果没有人能再挑战圣物，那我宣布，圣物为倭国人所有。古老。苍竹先生，您看到了吧？我登上了5层天梯，在场的没有任何人能做到。这圣物是属于我们倭国的。古老，10年前你们的神主死了，10年之后，你们居然连一个守护圣物的人都没有。看来这萨满传承早就该易主了呀！你们休要狂妄！我族传承绵延1000年，岂容你们外族人染指？绵延1000年那又如何？还不是输在了我们倭国的手中。我看你们这些所谓的萨满后人，只不过是一群守不住诅咒基业的废物罢了。没错，看看你们现在这副惨样吧，灵脉被毁，直视重伤，就连一个能踏上3层天梯的人都没有。你们还说什么守护传承？要我说，你们现在全部立马下跪求饶，双手奉上圣物，我们可能还会考虑饶你们一命。这群人从前害我母亲，如今辱我族人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今日我一定要守住圣物，让他们血债血偿。父亲，我们不能放弃，圣物是我族的根，就算拼上性命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古山，天梯凶险，你古山，他都长这么大了。我是萨满6大执事之一，守护圣物就是我的职责。就算死在这天梯之上，我也绝不退缩。古执事古山挑战圣物。古山，小心，离圣物越近越危险。第3层，危险！快回来！哼，圣物发怒了，你受伤了。古山，就算你能登上第5层，你也不可能战胜我。就算死在圣物之下，我也不会向你们倭国低头。为圣物而死，我死而无憾。母亲，你看到了吗？当年你拼死守护的族人，现在也在拼死守护你的传承。第4层，鸟之氏雨灵，与你生死与共，一直是一遇，助你一臂之力。看来这圣物还是很偏袒我们倭国的。古山，你死定了！你是不可能攀上第5层的。圣物是属于我们倭国的。
圣物在上，我以我命为祭，永为神奴。只求登上第5层。古山，不可，快回来！第5层。古山，你以性命换取登上第5层又如何？我已经通过了试炼，我现在是圣物的主人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奴仆。以命为祭，永为神奴。古老爷爷，你已经带领族人做得够多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。午时已到，就算这个家伙他攀上了第5层，我们也赢了。老东西，我命令你现在立马宣布，这圣物是属于我们倭国的。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萨满圣物为我。萨满还有我。萨满还有我。我要挑战圣物。那神灵要是和当年神主的圣物神灵一模一样，这姑娘是谁？姑娘，看面相，你不是我族之人，这里边危险，请你速速离开，免得受伤才是。放心，以他们的实力，伤不到我。哼，你一个黄毛丫头，胆敢挑战圣物？依我看，你还没有走到天梯跟前，就被圣物震得魂飞魄散。某些人靠着歪门左道和外人的帮助，才能区区爬上第5层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耀武扬威？你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实力这么强，拼尽全力也只能登上第5层天梯。他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如此轻松便登上1层。姑娘，不要再上来了，小心魂飞魄散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也应该保护萨满的传承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她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上了3层？她到底什么来头？那又怎样？她没有助力，只能止步于此。就算登3层又如何？她还是比不过倭国，生物还是我倭国的。这姑娘居然上到了第4层。姑娘，你什么？他居然登上了第5层？他肯定用了什么邪门手段，不过他绝对不会再往前走了。呵呵，午时已到，就算他登上第5层，那又如何？我已经赢了，除非他超过我。接下来交给我吧。不止5层，第6层，第7层，第8层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姑娘还在往前走，这已经是最后1层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借用了3个巫师的力量，我才堪堪登上第5层。这个黄毛丫头，凭什么能登上第5层？凭什么？我乃天命所归，应萨满传承而出。你一介卖族求荣的贱骨，也配和我同台争圣物？看来这个生物很喜欢我。阿父，倭国，你们输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
是神主，神主回来了！什么？圣物他竟认主了？萨满传承都断了，他怎么可能让圣物认主啊？这都是你设下的圈套，故意装神弄鬼，然后阻止我们抢夺圣物。抢？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，你找死！住手！他竟能借助上天的力量与太阳通灵。与太阳通灵，这就是萨满神族的至高能力，除了他，世上再无第二人能做到。好，他就算抢夺了圣物又怎样？我们倭国已经向文化盟提出了你们萨满申遗，等到文化攻势阶段结束，你们照样要把圣物双手奉上。你对他用了什么邪术？我再说一次，我的东西什么时候是你们的？没错，之前你们说过，我们要是能让圣物共鸣，你们就离开。怎么，要耍赖吗？就是，刚才不是还挺嚣张的吗？现在圣物认主了，看你们还怎么狂！这分明就是你，这分明就是这姑娘施了什么旁门左道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们怎么作弊的？拿出证据来！觊觎已久的圣物，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阿父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我怎么可能一场空？我的传承脉络已成，我们倭国申遗也已经成功。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改变事情的结果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没错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这萨满传承是我们倭国的，萨满是我大夏的根，谁也抢不走。就算他的萨满秘术再厉害又如何？申遗并不是一个人的事。现在没有了我这个锁执事，你们6执事就少了2个，你们拿什么去申遗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好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那我很期待文化盟公示那天，我到时候要看见你们所有人绝望的表情。我们到时候见。哦，对了，我劝你们提前熟悉一下，以后再自称自己是萨满一族，记得加上我们倭国2个字。阿父，你这个卖国贼，你该死！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凭你一个黄毛丫头也能拦住我？什么时候我萨满一族成了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这姑娘说的没错，我们不能再忍了。你以为我们古怀寨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？姑娘，你是要先废了他的法器，还是灭了他的神魂？背叛同族，还与外族人一起破坏灵脉，按照族规，应当如何处置？就凭你也想控制我？我问你，你们萨满族的男人都是孬种吗？让一个女人骑在你们头上拉屎？阿父，你嘴给我放干净点！他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？他也配控制我？我可是所执事。看来你对你所执事的身份很骄傲。那是当然，6执事可是萨满神主旁边的执行者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执行者又如何？还不是神主的守护者？你真是太狂妄了。小子，在我这个身份手上掌握的权力，是你这辈子都想不明白的。既然你身为所执事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自己的职责是什么？那我来告诉你，所执事的职责是构建牢笼、镇压、净化邪灵，是萨满一族的守护者。没错。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外面那么多受伤的族人，也是拜你所赐。阿父，你所做的事情，天地难容。
阿父，我原来只是以为你心术不正，没想到你这个人心这么狠，连自己人你都敢动手。是我做的又怎样？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怎么吸引你们的视线，抢回圣物，废掉祭司馆？身为执事，违反祖训，以巫术残害童子，姑老，您说按照族规应该如何处置？敢剥夺执事身份，赶出我族，永远不许再回来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给我闭嘴！我已经判处了你们族，你们没有资格惩罚我。他们没有，我有。就凭你一个小丫头！所执事阿父背叛萨满族，伤害族人，现收回你的执事身份，他的后人有失通神之力。这姑娘竟然连异界神通都能连通！你到底是谁？他的名字，你一个叛族之人，你不配知道。萨满传承都断了，你怎么可能还有这种力量？你到底是谁？能连接天地异界，抽离神魂，拥有这种能力的人，向来只有……啊，曹树先生，此人万万不可留，您快杀了他！好强的气势，在他眼中，似乎所有人都只配成为蝼蚁，他绝对不是普通人。哼，误会，误会。我们无意冒犯。曹树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个废物！这么有能力、有气度的人，岂是你能冒犯的？可是，神医的材料，还有文化盟那边的关系，都是我打通的呀。你已经失去神智和神通了，一文不值，只对我们倭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尊敬的女士，是我们打扰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离开了。站住！尊敬的女士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把他也一并带走。是。不赶尽杀绝，亦绝不姑息，这就是我们神主的气度。不能让他们走！让开！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他们倭国申遗公报，我们要把我们萨满传承抢回来。姑娘，你这么厉害，求您救救萨满传承吧。姑娘，您的萨满术太厉害了，我可不可以？姑娘，您太厉害了，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吧。姑娘，我医术高明，跟着您能派上用场。明明是我先来的，没想到我一个古执事，居然还得争着拜一个小姑娘为师。你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我怎么了？我也很厉害的好吧？厉害？你能跟他比吗？能在他身上学到一招半式的，那就是你的福气。姑娘这么厉害，要是能帮我们传承萨满的事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可是阿父他们已经申遗成功，还有半个月就公示了，现在所执事也没了，我们连6大执事都凑不齐啊！而且萨满秘术从不外传，姑娘恐怕不会教我们。你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晨光，我想传承萨满之术，将它发扬光大。好名字，我送你个礼物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新的所执事了。他真的是……姑娘竟然把所执事的图腾印记传给了晨光，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晨光从小痴迷萨满文化，练习舞步也是最努力的，传给他那是理所应当。可6大执事向来都是代代相传，从来没听说过把别人的身份剥夺了再给别人的。拥有这种能力的，世上只有一人。您说的是萨满神主，当年那位小姐？爸，您糊涂了，小姐已经失踪10年了，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这儿？你不懂，我坚信小姐她一定还活着。馆主，您真是糊涂了。这位姑娘虽然赢了阿父，可她怎么能跟小姐的天赋相比呢？是啊，要是能找到小姐，我们也不用愁申请非遗的事了。不，你们可知6大执事为何能成为执事？6大执事最开始是由神主亲自选的，后来每代执事死的时候，都会挑选最优秀的后人当新执事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执事的，只有被神主认可的人才能成为执事。馆主，您的意思是，这位小姐她……这世界上唯有她可以做得到。难道这位姑娘真的是当年继承神主之位的小姐？神主，神主，晨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他就是神主。难道这位姑娘真的是失踪10年的小神主？这也太玄幻了吧！我们的神主竟然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黑白双修萨满，这怎么可能？郭老爷爷，您当真不认识我了吗？小姐，真的是你吗？苍天保佑我萨满一族，我家小姐回来了，我们的神主回来了！快，跟我一起参拜神主！参拜神主！所执事晨光拜见神主。古执事古山参拜神主。一执事一玉拜见神主。鸟执事雨灵拜见神主。风执事风神拜见神主。拜见神主。都起来吧。多谢神主。有神主在，我们一定不会让倭国人把萨满抢走的。萨满文化交流会，我会和大家一起去的，祝大家斗法。相信神主，神主必胜！相信神主，神主必胜！神主必胜！神主必胜！虽然6大执事已经奏齐，但火执事恐怕不肯配合我们。哦，为什么？火执事妍妍，她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，但她的天赋也是我族公认的最好。她之前还自称她的天赋比神主大人您还高呢。那是之前我们没有见过世面，现在见了神主您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。对，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见到神主之后，神主，我最崇拜你了。对，我也是。好了，这些都是虚名而已，我不在乎。不过你们说的这个妍妍，我倒是感兴趣。那我带你去见见她。
吓死我了！我刚从圣地进修回来，感应到所执事陨落又再生，我还以为族内出现了什么大变故。妍妍，阿父背叛同族，已被废除执事之名。废除？古山，你作为少馆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怎能如此卑躬屈膝？这成何体统？妍妍姐，休得无礼！灵光瑶大人是我们大夏萨满的正统神主，更是我们祭祀馆的大恩人。神主？消失了10年，突然冒出来就说是神主，我看你是练功把脑子练傻了吧？如今倭国虎视眈眈，你们不想着怎么抵御强敌，反倒在这搞起了伺候人的一套，真是荒唐！妍妍，神主大人是帮我们对抗倭国的，他刚刚才……你还在帮他说话，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。我不管你是不是神主，想要让我心服口服，就必须拿出真本事。灵火紊乱，是强行破关的迹象。感应到族内异动，不惜自身受损也要赶来，是个重情义的人。倭国的挑战，4月会的申遗，我既然回来了，自然会带你们赢。赢？就凭你一个看起来比我还年轻的神主？我严严自问，实力是年轻一代的翘楚，要带领萨满族，也应该是我。接招吧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坏了坏了，妍妍姐的火灵之力霸道无比。虽然神主大人手段莫测，但火之是一脉最狂暴猛烈，不会误伤神主大人了吧？妍姐，想挑战神主，先过我这关。古山，你长本事了，你忘了小的时候是谁把你打得满院子乱跑？你给我让开！此一时彼一时。妍妍姐，得罪了。哼！天地之力，你总算有点少馆主的样子了，那我也不留手了。走，昨日对抗阿福他们受的伤还未恢复。你就这点本事，还想保护别人？给我让开！他昨日力战，耗尽灵力，非战之罪。古山，捡起你的鼓槌。神主大人，我灵力耗尽，已经无法催动通灵鼓了。这一次，并不是向通灵鼓请求他的回应，而是向至高无上的神灵献上你的祈愿，请求他们的回应。神灵？神灵早已不在人世，怎么会回应我的？信仰不灭，传承不息，试一次。神灵啊，我是你人间最虔诚的信徒，在此渴求您的目光，赐予我力量。什么？神灵竟然回应了！这道光，难道是神主赐予我的力量？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接我最后一招！妍妍不可！焚心化龙！焚心化龙，这是我火灵之士一脉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招。只有对火灵的掌控达到了极致，才能使得出来。果山，这一招你挡不住，我的对手是他。神主，果然有天资，不过巧了，我对火也很有研究。什么？
神主大人难道又用火来对付？在火焰的领域，还有人能胜得过火执事吗？妍妍可是火灵体啊！火灵认神主当主人了。也就是说，神主大人对火的操控，甚至超过了火执事。怎么可能？我的火怎么会？现在你可信了？我刚刚是被反噬了吗？爷爷，你刚刚差点遭到反噬，要是神主出手慢了一点，你早就心脉焚毁了。我的火龙怎么会不听我的话？你凭借外物催动的火龙，而并非是真正的心头火。你的力量本就是神主赐予的，这下是遇到真主人了。是我嫉妒心作祟，又被力量冲昏了头脑。多谢神主大人不计前嫌，救我性命。火执事妍妍愿追随神主，重振大夏灵脉。起来吧，力量的真谛，你日后会慢慢领悟。太好了，我族的6大执事如今全部集齐了。顾馆主，文化盟刚刚传来通知，明天第一场斗法的具体内容和规则已经确定了。叶教授，不知我们第一场比试是什么？第一场圣谷之声，任务是唤醒沉寂100年的镇山崖谷，令其重鸣，并能引发天地异象为胜。镇山崖谷，文化盟怎么能选择他？镇山崖谷被100万战魂的怨气与死寂侵蚀，其性至阴，而且拒绝与生者沟通，这对我们太不利了。倭国巫师擅长黑萨满一脉，其术法核心就是异魂驱灵。这场考核对于我们是死局啊！我曾以灵诀试探过那面谷，无数的暴力之气几乎将我的神识撕碎。没关系，我的惊雷神锤至刚至阳，未必不能与谷中怨气一战。神主大人，明日的斗法你有什么安排？明日的斗法，你们平常心即可。欢迎各位一同见证萨满申遗资格赛。本轮资格赛的主题是唤醒这面沉寂100年的镇山崖谷。根据抽签，首先有请倭国代表苍树先生。听说这谷从未想过是真正的死。苍树大人威武，让这些大侠土包子好好看看。诸位评委请欣赏，这件蒙尘已久的圣物将在我的手中重鸣。倭国的巫师大人果然名不虚传，手中的鼓槌一看就是不俗的凡品。好重的邪气，这锤子不对劲。异魂锤是以无数冤魂所淬炼的凶器，凶险至极。这等凶器既然到了苍树手中，他背后的人究竟是谁？以魂为祭，听我号令，命！没想，苍竹大人这是失手了。不应该呀，苍树大人今天被赐神主灵气碎片，怎么会连个鼓都敲不响？以我心头血，破除枷锁，神主助我！我的灵气之力怎么和苍树的鼓吹有了共鸣？我儿时的玉佩。
导灵归西，神主大人，谢谢。不要逞强，量力而行。这就是倭国武士的实力，神医非我们莫属。这鼓居然真的响了，这声音让我真的好难受，不像是鼓声，倒像是怨灵的嘶吼。这声音让我心里发毛。难道这就是古老萨满野性的威力？不够，这还不够，醒来吧，为我咆哮！快拦住他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要！谷中的战魂冤气被强术大人强行唤醒，他失控了，小心！别去，你不是对手。刚刚我眼前一花，仿佛看到尸山血海，天地异象。叶教授，诸位评委，这鼓已经响了。云中有哀鸣，这鼓里传出来的不是灵，是纯粹的恶念。鸟儿们还说，刚刚有人混进大夏阵容里偷东西了。轮到你们了，若是怕了的话，现在可以认输。请大夏代表尽快派人上场。区区邪灵歪术也敢如此狂妄，看我用惊雷神鼓的传承一鸣惊人！我的鼓槌呢？少关主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的惊雷神鼓不是一直都……苍树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古少关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身为古执事，却连自己的神器都看不好，你没资格上场。资格不是一个灵气能决定的。你没资格上场。资格不是一个灵气能决定的。怎么办？没有鼓槌，少关主一身本事使不出来啊！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时间正在流逝，如果无法比赛，只能视为弃权。树上的鸟儿说，刚刚有黑衣人使用了幻灵之术，动了您的箱子，偷了东西翻墙逃走了，身上还有檀木的味道。他偷走的只是一个木头，不是你的能力。可是我已经失去了精灵神锤，没办法引动天地灵气，怎么打动那面响鼓？谁说引发天地的灵气必须得用鼓槌？什么？鼓槌是外物，心才是通灵的媒介。这面引鸣鼓我初学所制，今日赠你。我明白了，教授，我来应战。我明白了，教授，我来应战。好。少馆主不拿鼓槌，拿个小小的拨浪鼓，简直是自取其辱啊！这大夏萨满凋零至此，连个像样的鼓槌都没有。古少馆主一直玩着他那玩具鼓，是在热身吗？估计是自知不敌，上去弄点声音。认输吧，这也太丢人了。
大夏萨满竟然如此轻视比赛，我建议直接宣布结果，不必浪费时间。急什么？时间还没有到呢。果然不行，搞什么东西？不过这鼓声真好听，我的心好像被某种韵律带动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没有灵气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大人，这天地万物与鼓声回应，真仙谷恐怕也要复苏了。什么东西在攻击我？苍树，是你在搞鬼！苍主在台下以心血邪术攻击少馆主心神，少馆主没有灵性护身，他可能会被吞噬灵魂致死啊！呼吸，感受天地灵气。哇，好像天上有鸟在盘旋。万物回应了，这是神灵显化了。经判定，虽然倭国代表冥想镇山谷在前，但大夏代表唤醒正骨，拨乱反正，正本清源，展示神迹。满场胜者，大夏祖灵祭祀馆。这个人如此阴森，却又那么熟悉。这个人如此阴森，却又那么熟悉。别以为我输了，就是倭国输了。冥顽不灵，我大夏乃是萨满之源，悠悠山隘乃是我萨满灵气复苏之地。你一个叛徒，也敢口出狂言？区区大夏，怎能与我倭国相比？什么萨满之源，全都是你们盗窃我们倭国的。有本事，咱们再比一场。一个小小之辈，凭什么让我们大夏再来一场？怎么？莫不是你们怕了？好，比什么？咱们就比这自然之法，谁能召唤烽火雷电，谁便取胜。行，就比这个。神主，不可，比不了。风雨雷电乃自然之法，若强行唤出，恐有大灾。若是怕了，就趁早认输，我们可以留你们一个全尸。明日午时，在此恭候。今日算你们侥幸。哼！叶教授，明日还请您再来。大夏萨满终于要重见天日了。我大夏萨满还要仰仗叶教授您，还希望您多多保重。哎，我大夏萨满还要仰仗叶教授您，还希望您多多保重。哎，今日的比赛是属下办事不力，但明日的比赛，弟子定让他们碎尸万段。
这次我只是给你个教训，让明日再敢办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是，可是今日我见到灵光瑶，他不简单，弟子严重怀疑他就是萨满神主。哦，你有几分把握？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另外，在大夏萨满族里多安排些咱们的人手。弟子明白。这是我倭国的4大高手，你们大夏派谁出战啊？又是他！你们大夏萨满没人了吗？胡说八道！我们大夏萨满讲究的是天人合一，你这种倭国的看门狗怎么会赢？不必和他多说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他知道知道我们4大高手的厉害。这是山火，不像。你看那儿，火光发蓝，像是地火。一个鬼火都如此厉害，这大夏萨满肯定输定了。一个鬼火都如此厉害，这大夏萨满肯定输定了。这叫万物相生。你们大夏萨满虽说历史悠久，可这其中的奥妙，岂是你们能懂的？万物相生相克，烽火雷电，互为威势。哎，你说这古山肯定输定了。是啊是啊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古山竟然还不敢上台。这火势越来越大了，别一会儿波及到咱们了。记住，融于天地之万物，运化自然之心生。去吧。云锁深山，行人少；古洞修真，彻夜寒。清泉缭绕，半仙客；香烟滚滚，吐真言。邪不压正。古之士传人，青山。邪不压正。古之士传人，青山。难道我成功了？难道大夏萨满要毁在我手上？你来做什么？明日就要斗法了，我紧张，万一我要是召唤不出风雨雷电，那怎么办？我悠悠大夏传承5000年的萨满，自会得天神庇佑，你怕什么？哎，我就是怕嘛。除非你不是大夏的子孙，得不到天神的庇佑。怎么可能？你记着，我大夏之神都是正气所化，邪不压正。圣神，听我言，大夏5000年，
而今我有难，助我渡难关。大夏输了，该有判决了吧？圣神，听我言，大夏5000年，而今我有难，助我渡难关。大夏输了，该有判决了吧？叶教授，我等了这么久，这小子装神弄鬼，你们该不会是输不起吧？神主，我有心维护大夏，我保不住大夏萨满，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？叶教授心思纯净，但我大夏萨满绝对不会让叶教授失望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哪是斗法呀，简直是杀人！是啊，你快认输吧，总比死了好啊！快救人呐！既然这小子找死，就送他一程。输了就是输了，哪怕烧成一撮灰，那也赢不了。融于天地之万物，复万物之新生。破！我大夏萨满向来就是孕育新生，而非毁天灭地。你们倭国永远比不上大夏。我大夏萨满向来就是孕育新生，而非毁天灭地。你们倭国永远比不上大夏。诸位评委，2场已过，这胜负可以评判了吧？是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经我等商议，在自然争斗中，大夏所展示出浓厚纯粹的灵性修为与平衡之道，故此我们判定。且慢，刚才前2场只不过是我们的热身儿戏，岂能作数？这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。比试规定早已确定，3局2胜，规矩。与古老神灵那可是无上秘法，岂能用这3局2胜囊括的？前2场他们胜了，那只是侥幸罢了。这接下来关乎萨满终极力量的第3场降神之斗，那才是真正的试炼。怎么，莫不是你们怕了不成？这怎么办？会这样？的确，降神之斗能做到驱邪避祸，这才是萨满文化的真正意义。降神之斗需要6执事齐心协力，大夏代表的人是刚刚在斗法场集齐的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若是你们不敢接下比赛，就承认这萨满力量是我们倭国的。你们这是在耍赖！既然你们这些窃贼想要见识真正的手段，那我们做主人的理应奉陪。这第3场，我们接了。看来你们大夏真的是没人了，居然让一个女人出战。要不你们乖乖认输，承认萨满源于我们倭国。都输了这么多遍，还在大放厥词。你少在这嚣张了，待会儿我们赢了，我要让你跪着求饶。聒噪！一群跳梁小丑，还想赢得降神之斗，可笑！你们得意不了多久，咱们比赛场上见真章。叶教授，开始吧。诸位，接下来就让大家见识真正的萨满文化，请大夏与倭国的队伍上台展演，哪国的萨满表演更加精彩绝伦，萨满文化便归属哪国。那么，我们先来。随意。那接下来就请倭国先行演出吧。
他们这个舞蹈好熟悉，好像是我们的千灵步。他竟敢在祭火仪式上跳这舞步，要知道错一步，神魂皆损。这降神之斗果然精彩，这一场他们怕是要赢了。是啊，大夏临时组成的队伍，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啊？这仓鼠居然能把千灵步表演得如此精美，这怎么可能？果然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蠢货，跳成这样还敢自称是萨满文化。不对，他们每个动作不但快了半拍，还缺少了最关键的手势回旋。没错，千灵步的手势要求非常严格，若是错了一招半式，则被视为逆天罡，会受到反噬，引来灾祸。仓鼠怎么会弄错手势？一定是你在胡言乱语。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火怎么成这样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火球好像在寻找攻击目标。那些是鬼火，以人气为食。仓鼠遭到反噬了，只知其形而不知其妙，他注定会遭到反噬。就算我遭到反噬又如何？只要能抢走萨满文化，哪怕烈火焚尸我也认了。好了，该我们上场了。接下来由大夏的队伍上台演出。这舞步怎么和倭国的差不多啊？该不会大夏真是偷学的吧？我早就说过，他们根本没必要上台。急什么？耐心的看下去，才知道谁胜谁负。风之灵，听我祈愿，携此心声上达9天。火之魂，燃我赤诚，照彻迷雾，温暖长夜。星辰之祖，大地之母，请以慈悲俯视您的子女。我感觉身上轻快了许多。是啊，我这胸痛的毛病好像也好了不少。萨满赐福，愿我信众百病全消。感谢神主，感谢神主。这不可能，这每个音都精准无比，每个动作都恰到好处。这不是术法，这是艺术啊！传说中，萨满可以化身为神，驱除邪祟，为苍生祈福，这居然是真的呀！我大夏萨满终于重见天日了！我大夏萨满文化传承1000年，如今正统归位，尔等倭国鼠辈，还有什么话说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倭国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。近年来，倭国不断偷盗我大夏文化、端午、书法，甚至连大夏的文字都要偷窃。如今竟然想偷窃萨满之术，心术不正，自然得不到庇护。没错，萨满是我大夏一脉相承的文化。你们这些跳梁小丑，一心只想着偷窃，最后只能是被反噬。文王谷，现在萨满用的文王谷，多数都是仿品。你这个竟然是真的，你从哪里得到的？你还不配知道。不只是你，就连你身后的那个人也不配知道。
又是他。哎，大叔，大叔，你是哪家的孩子？外面正在斗法，你怎可以到处乱跑啊？大叔，我是阿远，倭国的法师想让我做祭品完成邪术，我才刚逃出来，他们一直在追杀我。大叔，您救救我！好好，起来吧，孩子，在我这里，谅他们倭国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。别莫要我故意被你打伤，获取古老的信任，如此一来盗取大夏国运，还不是探囊取物吗？苍树，你遭受反噬是罪有应得，心术不正，你已经失去了与神沟通的资格。现在，我就将你的能力收回来。尔等倭国人，还有谁敢多言？这是文王谷，是由皇帝取其神兽魁皮所制，今日赠你。经过3场的比试，大夏萨满力挫倭国，萨满本源回归大夏。好，神主，若不是您，我堂堂大夏还要被倭国欺压。如今萨满回归本源，我也能安心了。替教授守护萨满传承，我大夏有您这样的学士，也是萨满之福。我就知道有神主在，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。那我们把这个消息快点告诉我父亲吧。父亲，我们赢回了萨满本源，倭国的高手都被打败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一切多亏了神主大人。老奴在活着的时候再见神主神位，我就是死而无憾了。阿紫喝茶。这是谁？这个孩子叫阿远，被人下毒追杀至此，我看他可怜，便将他留下医治。阿紫莫不是嫌弃阿远面貌丑陋，不肯喝茶？我呸！哪来的陈年绿茶？敢抢我的火！阿紫，疼吗？疼就对了。你的来历，你的去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他该不会认出我了吧？神主，神主，您方才对阿远的态度也太……会不会是冤枉他了？听我爸说，他就是一个被人追杀的可怜人，身上还有剧毒未消。可怜，他掌心残留的黑气，与当年屠杀我萨满一族的人同源。若不是古老被他的伪装所蒙蔽，你以为他能活着踏入祭祀馆？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连被热水烫到都只会喊疼。豺狼藏起獠牙，不是为了温顺，而是为了更好的扑咬。你去查一查他的身上，有没有一块刻着污渍的黑石？那是倭国黑萨满的身份令牌。阿远，神主刚刚说话有点着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也是担心祭祀馆的安全，毕竟之前出过叛徒嘛。我知道神主是为大家好，就是刚才烫的实在是疼。是檀香味？你手怎么样？
这是我的东西。好，神主，就是这块石头，上面有个污渍。乌堂国师，别来无恙。阿紫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国师？我听不懂。还装！你就是倭国的乌堂，当年就是你假借与我和谈，在我酒里下噬心蛊。老家伙，记性还不错呀！当年要不是你隐藏萨满神主的下落，大夏的灵脉早就是我的了。竟敢欺骗我们，今日定叫你血债血偿！想要动手，先问我手里的空灵灵答应不答应。只要我捏碎空灵灵，他们的魂魄会永远消失。林光瑶，我劝你乖乖的交出国运灵珠，我不但可以饶你一命，让你跟着我统领倭国萨满。我大夏萨满一族世代守护大夏灵脉，从不向豺狼低头。你以为凭你一个破铃铛和4个被控制的执事就能赢我？那就去死吧！请来吧，你们的职责是守护大夏灵脉，而非助纣为虐。邪灵已被净化，你们这些废物！邪灵已被净化。神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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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主的血脉竟能与天地灵脉共生，他的血脉正在自我恢复。乌堂，你敢伤害神主，我劈了你！好，不跟你们玩了，3日后再见。你们不该被邪术束缚。属下糊涂，被邪术控制，险些铸成大错。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他还能有什么目的？自然是为了3日后的4月会。可惜了，让他给逃了。自然是为了3日后的4月会。可惜了，让他给逃了。神主，3日之后便是4月会了，也是萨满1年1度祈求神灵必有风调雨顺的日子。不仅要祝祷，神主也要与天神沟通，神识相连。大夏灵脉暴露，也是神主最脆弱的日子。看来乌堂他们不仅想要夺得大夏的萨满传承，还想在4月会当天，在我最无防备的时候夺取整个大夏灵脉。我记得倭国有一种邪术，需要在灵脉之处设置邪阵。4月会只剩3天了，我们没有时间派人去长白山调查。6大执事听令，古所依鸟执事随我去长白山破阵，烽火执事留下来镇守祭祀馆，防止倭国偷袭。是。神主，前方的邪气太重，里面有很多的冤魂。
这星辰之恋能感受到北斗七星的指引，带领我们躲避冤魂。大家都跟紧我，不要触碰旁边的黑气，这些都是巫堂用冤魂炼制的毒物。不要触碰旁边的黑气，这些都是巫堂用冤魂炼制的毒物。都给我住手！大家小心，撤回去。区区倭国也敢进入我大夏灵脉，行此污秽之术！不愧是神主，阿紫，你就让我把大夏灵脉带走吧。你做梦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保护神主！给我万物有灵，皆归大夏。以我神主之名，净化！神主在净化那些冤魂。这怎么可能？小心！父亲，骷髅，骷髅！回天乏术，神主，我们萨满绝不能让倭国人抢走。老奴能护您周全，传承萨满，死而无憾。父亲，林光瑶，你以为你净化几个冤魂就破得了我的大阵？别太天真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这邪阵的阵眼就是你母亲的灵魂炼制。我这邪阵的阵眼就是你母亲的灵魂炼制。只要你放弃抵抗，我就放你母亲的灵魂轮回转世，否则我让她永远困在尸处里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卑鄙！用别人的家人去威胁人，你算什么本事？瑶儿，母亲知道你受苦了，不要为我们难过，守护大夏灵脉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儿是萨满的圣地，要想把萨满传承下去，就要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，最终要向哪里去。听不懂。没关系，等你长大之后自然就懂了。你只需要记住，大夏萨满传承永远不会断绝。我的母亲一生守护灵脉，就算灵魄被困，也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她的意志就是我的力量。不可能！明明我就快要成功了，
邪不压正，你从一开始就输了。如今倭国阴谋覆灭，我大夏的灵脉已经保住，危机也算是被消除了吧。我大夏的灵脉已经保住，危机也算是被消除了吧。姑老是为了救我而牺牲，父亲是为了萨满文化。神主，你们成功了！刚刚国际文化盟传来消息，说倭国因拿不出萨满文化正统的证据，申遗申请已经被驳回了。是你保住了大夏萨满的传承，我代表所有萨满文化保护者向您表示感谢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明日就是4月会了，我会带领大家看到大夏萨满的文化永远都不会消失。现在有请大夏萨满神主林光瑶带领6执事表演正统的4月会祈福舞。表演正统的4月会祈福舞。哇，这才是真正的萨满舞，比倭国那种不伦不类的表演好看多了。我好像感受到有百鸟飞来，还有小鹿在徘徊，这是万物呼应啊！老夫我研究萨满文化几十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正宗的祈福舞啊！大夏萨满当之无愧是正宗。好。大夏萨满文化传承1000年，源于天地，归于众生。我们从未想过独占，只愿守护这份传承，让它永远流传下去。我们从未想过独占，只愿守护这份传承，让它永远流传下去。经国际文化盟评定，大夏萨满文化正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。4月会作为正统萨满仪式，归属大夏。神主，萨满文化永属大夏！萨满文化永属大夏！神主，萨满文化申遗成功，以后文化盟会全力支持你们的传承工作。我们打算在全国各地建立萨满文化博物馆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萨满文化。多谢叶教授，我们也会培养更多年轻的萨满弟子，让这份传承永远不会断绝。神主，我们可以开萨满文化培训班，只要对萨满文化感兴趣的人，不管是不是萨满子弟，只要心怀敬畏，都可以学习。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，萨满不是迷信，是对天地万物的敬畏。